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由杰里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爱要有你才完美。本栏目由娃哈哈营养快线幸福牵线赞助播出。我们的节目是由宝岛电动车特约赞助播映的，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宝岛提供的电动车1辆。在这里要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在节目当中，每对成功牵手的情侣朋友将获得由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提供的价值10000元的婚纱摄影一套，同时还会获得由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下面的时间介绍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师们。我们今天的情感观察团请到的是正在我台热播的电视剧《刀客家族》中的女人中饰演冷面腹黑男于定邦的青年演员曾宏畅老师，欢迎他。谢谢，大家好，大家好。自由作家、著名的撰稿人陈琦老师，欢迎他。来自世纪佳缘网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下面是一条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天津卫视官方手机应用的天天圈全新的升级了。登录百度手机助手、91助手、安卓市场、苹果官方的商场即可下载。我和涂老师呢已经入驻了天天圈，和大家实时沟通，来探讨一些情感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他们遭遇了一些什么。如今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怎样做他都不满意。与其这样，不如放开彼此，不要相互折磨。我真的受不了他这样。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他欠我的。现在他把我踹了，门儿都没有。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他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当一段情感要用来算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段情感是如何来看待的？来，先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刚28岁，来自承德，职业销售；女主人公珍珍24岁，来自山东，也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还是大家熟悉的那只密码箱，装的是彼此之间并不知道的秘密。你们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愿意。我愿意。在这个小片当中，我们看到了2个人各自的说法。你是觉得女生什么都看不上你，是吧？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想跟他分手，因为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折磨我。我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他。主任你知道吗？去年夏天有一次，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她怀孕了，想把这孩子留下来。当时我就没同意，因为在她怀孕之前，我们一点预先准备都没有。我怕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不健康，会给我们家人以及我们俩造成影响。然后我就劝他，让他把这孩子给做了。得了吧，你那是劝我吗？你那是逼我。我没有逼你，我只是给他看了一些夫妻双方生小孩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你是那样干的吗？你说的真好听。照正常，你说我怀孕了，他是不是得特别高兴啊？他回家，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老公我怀孕了，然后他先是瞪了我一眼，他说留了。我以为他开玩笑，我说我真的我没跟你闹玩。他说留了，当时我心都凉了。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个心理，我就怕这孩子万一生下来之后真的是不健康，那样我也会受不了。后来我们商量好了之后，我就带他去医院把这孩子给做了。自从打胎之后，他完全就整个人就变了，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你指的变是哪些变化？打完胎之后，然后我给他送回家给他安顿好了，然后我就跟往常一样，我去上班了。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非得让我跟公司请假回家陪着他，伺候他，照顾他。后来那天我实在我也是受不了，我就把他电话给静音了。等到我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一看我电话里边有好多未接电话，其中他给我打的就有40多条，然后还有我妈给我打的。当时吧我就挺纳闷了，我就跟我妈回了个电话，我妈接了电话，当时就给我臭骂一顿。她问我你跑哪儿去了？然后我妈说她给我妈打电话说我丢了，说我找不着了，然后失踪了。那我找不着你怎么办呀？你找不着我，你给我妈打什么电话？我妈心脏不好。你不接我电话，你妈你不接。我不想让她再继续折腾我家人。后来我也是迫于无奈，然后跟我们公司请了半个月的假，我回家照顾她。然后第一天买完早点回来，我就叫她起床吃饭。
刚把他叫醒，他就给我臭骂一顿，说我没安好心，你还说我打扰他好意思休息，说我折你6腾点半他。叫我起来吃早点，我做完流产我起得来吗？第二天我寻思我自己我长点记性吧，等他自然醒吧。等他醒了之后呢，又是给我一顿臭骂，说我没叫他起来吃早点，我怎么做都不对。你11点半多了叫我吃早点，你咋不晚上叫我呢？你晚上一起吃了得了，你省了。但是我不知道我几点叫，因为我害怕他骂我。然后吧，吃完饭之后，他说我刚吃完饭嘴里有口气，你下去给我买口香糖去。但是我们楼下就有超市，我说行吧，我下楼给买。但是他提的要求特过分，他说让我去离我们家差不多有3站多地的一家超市，并且还得让我把那家超市的小票给拿回来，证明我是在那家超市买的。我就去了，您知道他给我多少钱吗？给了我2块钱。车钥匙给我扣去了，不让我开车去，还不让我坐车去，让我跑着去。大中午的，我这折腾腾的跑了3站多地，去给他买了一包口香糖，来回折腾我将近1个小时。就这样折腾腾的，到晚上也快睡觉了。我说洗漱一下吧，然后我就赶紧就给他挤牙膏什么的，我给他放到床边，我说你刷牙吧。他就给我提个要求，他说孕妇不能自己刷牙，得你给我刷。我说好吧，但是我刚要拿那牙刷给他刷呢，他说非让我用什么指数，当时我懵了。您知道什么是指数吧？让我用那个纱布把这个食指给缠起来，缠起来之后挤上牙膏代替牙刷给他刷牙啊。当时我觉得真恶心，我说你太恶心了。我们真的恶心，网上就这样，又不是你第一个做的，也不是我研发的。行，但是我万一刷牙龈出血感染了咋办呀？当时我也是迫于无奈，我说我给你刷吧，我想着是把我祖宗赶紧伺候好了，我也就该休息了。刷完了呢，跟我说身子虚，洗不了澡，让我给他擦，往床上一躺，跟一植物人似的。还有更可气的呢，说是流完产之后也不能受风，空调啊、电扇什么都不让用，然后给他扇扇子，扇着吧，我确实也累了，也困了，我就睡着了。刚睡着，让他一脚就给我踹床下去。您都身子虚成那样了，你还有力气一脚能给我踹床下去？我缓了一会儿有劲儿了呀。所以这段经历可以告诉大家，男人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他坐完月子之后，我看他恢复也差不多了，然后准备接着回公司上班。可是他不让我去，那天早上我就偷着跑出去了。等我一到单位呢，他在我门口呢。他说我来给你辞职来了。当时我挺恼火的，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是想去上班吗？我不一上班我干嘛呀？然后在我单位舍不得那女人吧，在我们单位又哭又闹的。你刚才说什么？他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我是做夜场销售的，他就是一直不放心我。我觉得他就是想去找那些女人，他所谓的那些。我找什么女人啊？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我的客户。主持人，你知道吗？在我们好的期间，他跟2个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那2个女人都给他堕了孩子。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他说的是事实吗？是。这事儿你是在哪个阶段知道的呢，姑娘？是在你怀孕前还是？怀孕前。为什么我要怀孕？这就是原因。我想跟他结婚。不是你傻呀？他都那样了，你还要跟他结婚呢？因为我也舍不得这份感情。不是你们俩感情好，他是这样的，主持人，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承认，我就算是出过2次轨吧。第一次呢是我一个女客户，总喜欢喝酒唱歌什么的，然后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悉了。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咱这出轨过程就别说了，你是想说无意出轨是吧？确实是无意的。好吧，我特内疚，然后人女孩也没纠缠我，她就是我一客户，后来她自己把孩子打了，我们之后再也没联系。然后我一直心里边就有一疙瘩，我觉得特对不起她，然后就每天基本上就喝点小闷酒什么的，我就想找人倾诉一下，可是连倾诉的人都没有，我不敢跟她说呀，说了之后她不得抽死我呀。所以第2个逻辑就是第2次出轨是因为郁闷的时候。对，郁闷的时候，然后那个第2个女孩是我的一网友。通过上网认识了，私底下然后也一起出去几次，然后把这些情况都跟他说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女孩也就是挺单纯的，应该是没谈过恋爱。让你也下得去手？我是后期发现的，然后我也不想再伤害那个女孩，然后我就想渐渐的疏远她，也不能一下跟人断了。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就给我打电话说她也怀孕了。哎，我说怎么可能呢？这细节就别说了吧。哎呦，你自己说的，你不觉得？我都替你脸红。那你干嘛还要有他的孩子？你不是孕前就知道了吗？他给我下跪了，求我了。因为当时我真的特别爱他。你们不能用这种态度啊！我承认发生过这些事儿之后，他也提出跟我分手，
当时我也确实特爱他，啊然后我就一直求他原谅我了呢。之后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她就怀孕了。来，姑娘，我问你几个问题吧。她一直在强调说，不知道她怎么就怀孕了。这个事件好像在她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抹不去的东西，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是我有计划的，因为我想有个孩子以后，我可以拴住他了，然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了。然后我不想让他在那上班，我想让他回我老家，我就这样想的。既然这么坚定，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就要下来呢？他给我看一些图片，畸形儿的图片，我不看，我害怕。然后他又在公司给我发过来，发手因为之前机上。我也搜集了一些资料，行有关这方面的。哎，我问问你啊，现在是想分手对吧？对，为什么分不掉呢？如果我跟他分手，他跟我要死要活的。然后我的手机里所有的微信啊，然后陌陌之类的，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删了，包括我的银行卡密码什么都给我改了。真的，他很多过激行为。有一次是我一10多年的好朋友，我去给他过生日，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割腕自杀的一个图片，当时我有点懵了，给他打电话关机了，我赶紧打120去我们家，然后我这边我就赶紧跟我朋友说一下，我朋友一块跟我回家了。回家之后，你知道他干嘛的吗？他在那上网呢，涂的是红药水。还有一次，他说他喝了一瓶安眠药，总是这么吓唬我。我不这样你能回来吧？那你说你聚会你为什么不带我呀？他我跟你天丢人啊，我带不出门啊。就是我每天就是必须的，形影不离的，我必须得陪着他，以死就根本相逼是吧？对，就根本就不让我出去，包括我出去工作干什么都不行。以前这样了吗？哎，姑娘，我问你啊，都这样了，为什么非要跟他在一起？现在我都这样了，你说我能嫁别人吗？现在我求你了，我愿意把我的全部积蓄都给你。说真的，我的名下还有，因为我自己有一部车，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我想全部的都给他。我只是想求你跟我俩分手，好吗？你还算个负责任男人吗？好多你把咱俩的感情用钱来衡量。我现在在问你啊，就离开他，你一定会死是吧？不离开他，我也会被他折磨死。好吧，听明白了你以。前怎么不这样？你以前还不这样呢，我现在生不如死，我每天都在做噩梦一样。如果不离开我，我肯定会死。太偏激了，要解决问题不能这样啊！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对他们这一对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完你们的故事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男的就是一个骗子，遇上了一个傻子。为什么呢？男嘉宾，你骗的是他的青春，骗的是他的爱情。你傻的是相信一个骗子的爱情，没有结婚怎么能怀孕呢？事情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掉了一个个儿，男的变成傻子，女的变成疯子。傻子傻什么？你觉得你用你的全部积蓄来弥补这些东西，弥补得了吗？你疯什么？一哭二闹三上吊，然后你就能换回他的真心，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来作为代价。就算你没疯，你也在疯的路上。我已经快疯了。我觉得你是在用你的青春赌明天。假设你赢了，你跟着一个傻子，跟着一个骗子一起生活；你输了呢，输的是你的青春。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姑娘，就是她怀孕打胎之后的一系列的行为，她可能是因为有一股气无处发泄。但是呢，实际上不管你们俩之前感情有多好，在这个孩子出现之后，种种的迹象就表明，其实这位先生并不适合你，他并没有对你做出一个在关键的时刻该做出的一种行为。那其实这时候你是应该明白的，那你不能说我用一个孩子去拴住一个男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举动，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你，更重要，如果这个孩子真的出生的话，你们两个人就伤害了一个新的生命。你现在为什么放不开他？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然后你觉得不能这么轻易的饶了他，但是你现在所有的行为是在惩罚自己。我现在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上，我劝一下这位姑娘，你还是应该想一想你未来是什么。人生的路非常长，并不要在这一个点上去拴死自己。我相信你未来会有很好的属于你的一个缘分出现的，你不要因为一个男人断送了你未来的幸福。有这么一句话用在你身上特别好，出来混，迟早要还。现在就是你玩火的人自焚的时候，你是一个惯犯，习惯性出轨，你在感情方面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让我们听起来都可笑。你因为第一次出轨，你觉得愧疚对吗？你跟另外一个女孩去倾诉，
对，结果呢，你又出轨了。你说这些理由加起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亲手杀了自己3个孩子，如果你真有一点责任感的话，你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的孩子3次？你现在还大言不惭地说你折磨的不行了，你要把所有的积蓄都要给人家去逃离是吗？但是我们还真是愿意帮你，愿意帮你达到这个愿望。为什么？为了保护这个女孩，远离人渣就是对这个女孩最好的保护。你刚才所说的，你所有的积蓄都可以给她吗？都可以。好，我不稀罕，我不要。你不要什么？你不要他给你的补偿吗？那你就要他，你其实就想报复，对不对？其实你不是离不开他，你是离不开自己的付出。比如他现在只值1毛钱，但是你付出了1万块钱，它的价值是什么？1万加那1毛钱。你现在所有放不下的是你对他的那个付出，包括失去的那个孩子。你是想报复他，但是你同时也报复了自己。你把自己的好日子跟他一起，跟他同归于尽，你觉得值吗？听我们一句劝，跟他分手，然后你踏踏实实的开始自己真正的恋爱。女人们经常说10个男人9个花。那为什么男人花心呢？第一是动物性，雄性动物都想通过自己的繁衍让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大。第二，心理性，就是我能得到异性的青睐，是我的魅力。只要女人喜欢我，就说明我牛啊。那女人们就会问，那男人都花心就没有好男人吗？有。男人花心和把它付诸于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鸿沟。这中间有道德，有人伦。男人通过克制自己来达到一个洁身自好的作用。一般来说，能够节制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的男人，通常可以胜任很多角色。哪种角色交给他，大家都放心。比如说父亲、孩子、丈夫、领导，这种男人是优秀的，而他不是。女生说，那么男生花心了，难道我没有办法惩罚他吗？我就任由他胡来吗？所以就有了你这样的女人。我用惩罚我自己的方式，怀上你的孩子，以及天天折磨你的方式来告诉你，花心是要付出代价的，就是曲总所说的，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但是这种惩罚有作用吗？既惩罚了你自己，而且还教了别人的丈夫，因为他肯定不想跟你在一起。你教来教去，最后他还是会在别的女人手里。所以说，你惩罚一个花心的男人，你首先要搞清楚惩罚的目的。你是惩罚完了之后还要他呢，还是惩罚完了之后就不要他？很显然你是想要他留下。既然想要他留下，你就不要这样去惩罚他，那你就用积极的方式去惩罚，而不要用这种所谓的债务的方式。你成为他天然的债权人啊！以前你出轨过，所以你日日夜夜都要还。我晚上睡觉你要给我打扇子，你要帮我刷牙，我怎么惩罚你，你都得受着，就没意思。除非是说你已经不想要他了，其实你也就没有必要惩罚，更不用怀上他的孩子。你好自为之吧，就这样。感慨颇多，婚前同居的问题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女生那么轻易怀孕的问题，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我不是说这一个女生哦，对男生来说也同样的，女生不轻易同居，男生也别轻易同居。一旦真的发生那点关系之后，可能很多美好的东西就没了。两位冷静下来，好好的琢磨琢磨，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其实最简单的是分开，这个世界上比分开最难的是一起面对。都是成年人，做出决定请慎重。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对他还是有感情，但是通过后来的这些事儿，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分开吧。以后各走各的路，然后我也准备回老家从头开始。我觉着咱们还是分手吧。这刚问你，真能放下咱这段感情吗？能吗？
我觉得通过时间应该会吧。接下来2位，请把你们手中的这个箱子交换一下。好了，谢谢你们，麻烦请回，请回。来，请关门。0203年，中国有一个研究女性的一个学者，出了一本很厚的著作，其中有一个篇章啊，他在这个篇章的题记里面写到了一段话，就分享给我们年轻的这个女性朋友。他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取决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有怎样的母亲，因为母亲要养育孩子。所以请每一个女性珍惜和珍爱自己的身体，送给所有的年轻的女性，可别再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女孩子了，如此之傻。接下来我们来看她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请开。来，哟，您有他的什么照片啊？他们2人在一起的照片，还有截屏，他们聊天截屏。哦，我就一直给要挟他，我一直要挟他。我说他如果跟我分开，我就给他发网上。然后这姑娘特坦诚地跟这男人说：“我一直用来威胁你的照片，其实我早就删了，只是怕失去你，才这么做的。”看看男生给女生留下来的是什么？男生就是我已经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我会在老家重新开始，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你看到了这个为什么还出来？你能告诉我？我想让自己再傻一次，傻最后一次。嗨，来抬起头。我觉得可以跟过去的傻告个别，不是跟那个男人，或者就是跟自己的犯傻告个别。来吧，姑娘。姑娘，就一句话啊，这世界上好男人多得很。主持人在这，我还想说一句话，我想跟他妈妈说声对不起。他妈妈有那冠心病，我那打那电话，我就是心里一着急，其实我没想太严重。然后，我希望他也能好好的吧。你没恨的时候啊，一个人心里没恨的时候会变得特美。好好的收拾一下心情，重新反思一下这一段，然后好好的重新开始。谢谢大家。谢谢啊，来，请回，谢谢啊。哎。